欢迎各位舰长来到我们的支配剧场，在这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来聊聊我们感兴趣的幕后话题。那正好说到这儿了哈，正好问问红楼老师，那咱们战斗策划这边早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趣事呀？那早期的叙事可多了去了，对吧？而且我们崩坏3，经过6年多的一个时间版本啊，其实它整个怪物设计思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大家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呢，崩坏3是一个点燃动作之魂的游戏啊，不知道大家以前经没经历过啊？比如说，那可太点燃了，这样大家印象深刻的啊，比如说早期版本的那个黑鸭啊，应该很多舰长被黑鸭暴揍过，是吧？对吧？包括后边我们会去做的这个虚数神骸啊，这样系列的 BOSS， 其实它的早期的 BOSS 呢难度都是偏大的，但是随后呢就是到了奥托篇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主线里边加了难度选择啊，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时虚数神骸也做了保护机制吧，就是它没有后面那一套就那个转旋是的，直接就塌了。为了让舰长们在主线里面能够顺利的过掉这样剧情。一开始还没感觉，然后到乐土刚上那个版本，可难受死我了！我拿荣光捅，结果他在那转，然后在那差一点打不死，我的天哪！是的，哎呀，当时做的虚数神骸可强了，但是在主线里边，没有办法，是吧？他只能倒在牙医女士的刀下。没错，是的，我记得这个17张变身雷律哈，还有这个锁血和复活的机制的。你说到17章这个雷律啊，我要给你们讲一段老故事啊，因为这个雷律的 BOSS 的技能呢，也是我做的啊。当时呢，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BOSS 的时候呢，毕竟牙医女士她是用太刀的嘛，对吧？然后我就想，那既然用太刀了，雷律这个角色我一定要给她做一个拔刀斩。那做到拔刀斩的时候呢，我就突发奇想啊，我在想，那我们能不能去找一些我们崩坏2时期啊，牙医跟提安娜他们很甜蜜的一些照片，放在这里，来了，然后开始了，是咵一刀，我们照片啪切下来，对吧？当然想到这个点子之后呢，很开心，马上去找我们去做这个关卡，很开心，这是他们的一个创意啊。对的，然后而且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这个 BOSS 战里面有锁血，对吧？但他锁血其实也是一个情节表达的一部分，就是提安娜，我不要让你走，我一定要爬起来，对吧？对的，因为当时去找了我们做这件事的那个就是做关卡流程的一个前辈嘛，他听到我这个想法之后啊，然后就开始回头去做了。因为其实不巧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我生病了嘛，我回家住了几天院，回来之后大超出我的预期啊！不光是一张照片这么简单啊，做了好多张照片，而且啊，像那张照片里边啊，他那个雷律拔刀斩切的位置啊，正好是提安娜跟牙医他们手牵手的位置哦，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细节，像什么，比如说刚才说嘛，他那个战斗中虽然提安娜会锁血嘛，但是他依然是会被牙医击倒的。但是击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牙医这个 BOSS 他会背对着玩家慢慢的离开啊。但是我们其他 BOSS 其实没有这样的设计，它是专门在主线里面去做的啊。甚至说舰长们细心一点的会发现，这个关卡里边提安娜她身上的圣痕都是我们单独去定制的啊，真的是非常的细节。那个都是我们任务设计同学抠得很细的地方，就跟他们上次来支配剧场一样，对吧？最喜欢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就是他们。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不管我们前后这种战斗怎么去演变嘛，大家肯定是因为之前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才去往这个方向去做，对吧？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整个过程都是一种那个集思广益，就是也是一种互相补足吧。其实就像我们前面也聊到嘛，就是这个。环刃的另一种那个用法是我们阿基老师突发奇想在黑板上画出来的。像这种讨论其实会贯穿我们整个项目开发的周期。应该说，崩坏3的项目组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气质。那从战斗策划的角度来看，红楼老师觉得在崩坏3做怪物的体验如何？那真的是太神奇了，对吧？大家知道吧？就是其实呢，做怪物啊，跟做角色呢，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啊，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就其实大家看到啊，我们角色跟怪物他们都是会用一样的攻击技能，对吧？然后有自己的血条啊，就很多东西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呢，怪物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由 AI 去驱动啊，然后我们去给玩家出题，然后让玩家去破解我们的谜题，然后战胜这个怪物，然后是吧，获得他自己的一个成就感。这个过程，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这个事情叫做交互。我们表面上说我们在做的是这样一个怪物，但其实我们做的呢是玩家跟我们这个怪物本身的一个交互的一个行为啊。
说白了，我们做怪物其实是在通过我们写的 AI， 通过我们做的技能，来跟玩家进行一个跨时空的一个对话，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也算是一种在创造玩法。是的，是的，是的。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哈，红楼老师，有没有什么怪物的设计是让你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呢？那太多了，太多了，哎，贼多，你知道吗？像刚才说的，哎，牙医女士这个雷律的 BOSS 战啊，印象就特别深刻。好了，我撤回这个问题，太痛了，接受不了。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嘛，比如举个例子哦，就是还有一位用太刀的 BOSS 啊，印象特别深刻，什么呢？叫做3S 战场地藏御魂。痛苦，痛苦啊，哎，痛苦。但其实呢，因为3S 战场这个 BOSS 呢，也是我当时做的。当时我们第一支战场 BOSS 啊，3S 战场的 BOSS， 因为在之前我们战场其实只有2S 难度，到5层就没了。对，到5层就没了。但是我们发现，哎，舰长们的能力太强了，大家打2S BOSS 的时候呢，都是1秒就可以把 BOSS 打趴下了，打不开差距了。对呀，大家都很强了。那我们就想，哎，我们要给玩家提供一些新的挑战，对吧？让大家打起来更有意思。大家现在线上看到的版本，其实我们后期改的版本。最早的版本的时候呢，大家记得吗？就是地藏御魂，它3S 版本之后呢，它的右手其实是有一个进化嘛，对吧？然后泛着蓝光，对，紫光啊，对的。然后呢，它一上来会有一个很标志性的技能啊，就是左右手互换啊，咵咵咵这样去连砍，对吧？然后这个技能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它其实是左右手轮砍，并且他们攻击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很像石堡开大之后的那个锄地啊，咵咵咵咵，越来越快，越打越快，对，越打越嗨，越打越厉害。然后呢，这个设计呢，我做出来之后，我自己打了一下，我发现我打不过去，就因为这个 BOSS 他砍得越来越快之后呢，其实玩家是没有什么能够跟他去交互的啊，或者说能去互动的点嘛。然后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嘛，很多时候我们做战斗设计啊，或者说做怪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更多的就是做交互。那一个让 BOSS 单方面变强的一个技能，它一定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就它得有来有回，是的对吧？是的，一定要有来有回。所以呢，就在这个第一个设计被毙掉之后，就在我们临上线第一次要上测试服的时候，前几天真的是每天冥思苦想，后来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既然他的右手变异了，对吧？左右手变异了，那我就把左右挥砍做成2种不一样的效果。哎，我们一个手的攻击啊，你可以通过闪避或者说我们的格挡去应对啊；另一个手的攻击呢，你要用攻击去跟他去拼刀啊，这样玩家就可以哎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哎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它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交互效果，对吧？因为你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在挨揍啊或者闪避的过程，对吧？你是要。不过说实话，上来我还是被初见杀了。而且说到这里啊，我就可以教大家一个做游戏的一个小技巧。因为刚才说了嘛，就是做这个左右挥砍的这个技能的时候呢，其实想到这个点子的时候，距离我们当时上这个测试服只剩下4天的时间。这么极限？只剩下4天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就想到这个点子很酷，但是呢，我们去找我们的动画师找我们的蘑菇同学说能不能加动作，说来不及，大哥，真的来不及，对吧？那怎么办呢？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叫做，我地藏挥刀挥下去的时候，玩家的攻击打上去，一个拼刀效果，它被弹开了。但是呢，动画师又没有时间去做，那怎么办呢？我在那想半天，哎，想到一个主意，我把它挥下去的动作在引擎里面倒放，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停住，哎，这不就是哐？就做了一个弹回来的效果。离上贝塔服还有4天啊，这个时候去做一个非常大量的这个调整，我刚刚听的，我这个心里真的就是咯噔一下。是的，是的。但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哈，自由自在的可以去做这个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包括做完了以后还获得了这个玩家的好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酷了。因为真的就当时还剩4天的时间，我想到这个主意之后，为了去调它这个拼刀的，就是往回弹的这个效果，整整3天，每天晚上干到2、3点钟。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啊！就你进入这种状态之后，你觉得你在做的是一件一定会成功的事，并且这个事儿真的很酷，你就会进入到这种状态。说到这件事呢，对吧？其实我想到了另一个，当时我又干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东西啊，就是随之而来的，在那个奥托篇章啊，伪神奥托这个 BOSS。哦，我知道了，我看到过10几版吧。对，10几个版本啊。当时呢，这个伪神奥托呢，
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而且跟我们帆船老师也很挨着，对吧？就是我们当时在做这个 BOSS 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主动的去找 IP 老师去聊剧情，我们会去想，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在17章做雷律 BOSS 战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情传达嘛，对吧？咔嚓这一刀，对吧？又来一次 callback， 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对吧？然后呢，我们其实之后就会发现，在主线这个环节里边呢，去唤起玩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这件事儿其实是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去问帆船老师说，奥托呢，他跟我们的提亚娜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啊？他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呀？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那种很激烈的冲突呀，或者什么情感的冲突呀？然后帆船老师给我来了一句，不，他是希望2个提亚娜把他击败。我记得你们当时直接愣住了几秒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然后我当时就在冥思苦想，到底怎么样去做这个 BOSS 的技能，能够让他，既看上去有很强，同时呢，他的目的呢又是吸引对方吸引玩家把自己给击败当时真的是很头疼的，然后想了好几天，最后呢，灵机一动也不能叫灵机一动吧，就是当时找到一个灵感在哪儿呢？在 EVA 剧场版第2部出现末里边有一个经典的镜头，就是那个2号机撞破那个使徒，有很多撞过去。当时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灵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说这个要去打这个奥托 BOSS 的用的角色是那个天元奇鹰，然后天元奇鹰他是会骑着马冲锋嘛。我一想，冲锋撞破很多层 AT 立场，哐哐哐哐，这不就是一个很爽的感觉吗？然后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噩梦的开始因为其实这虽然只是一个火种嘛，一个想法，但实际上真正做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如果我们想要模仿 EVA 里边那种效果的话，我们的护盾其实要拉得非常的长。但是实战中呢，玩家不可能离 BOSS 那么远，对吧？我知道了，这时候什么场景美术、技术美术都开始给你念紧箍咒了。是的，对吧？后来呢，我们就反复迭代了。刚才帆船老师说的10几个版本换了各种不同的护盾的形式我们一开始可能场景里摆了20多层这样的护盾，后来慢慢的把它我们把它叠到一起了，对，叠到一起了就是最后大家在主线里面看到的那个花瓣盾的那个效果然后这个花瓣盾呢，也是你可以骑着马，然后哐哐哐把它撞碎的。这种感觉真的，当时做出来之后，印象非常深刻。凌晨3点做完之后，立马录了一个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制作。如果破坏掉虚空本身的结构，权柄是不是也会一并失效？是说用空之律者的力量吗？好像长光也说过类似的事情。那就试一试吧。做群里边，你怎么跟烧鸡老师一模一样？那个我们之前那个开涮烧鸡老师说，那个就他见过凌晨4点的那个我们那个楼顶。真的是这样。对，然后呢，说到这个伪神奥托这个 BOSS， 还有另一个点不得不提，就是从这个 BOSS 开始呢，我们探索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叫做什么呢？叫做弹幕。倒下！晨曦已至。升起吧，伟大的正午！少女们，你们觉大家可能其实，在我们之前的游戏里边也用了很多这种弹幕的表现形式，就是很多怪物它会发射一些子弹，对吧？去攻击玩家，可能会一次发射很多复数性的子弹，能把它做得灿烂一点是吧？升起吧，伟大的正午！是的这个语音我真的是听了几百遍。我们让特效的同学他们做一个子弹，然后我们在引擎里面把这个子弹复制出来几百份、几千份，让他们按照固定的轨迹、固定的几何图形去播放出来。我们这个画面瞬间就充满了。我知道了，超时空子弹就跟那个凯文讲的那个电子一样，是吧？就一个，啪啪啪啪啪啪一堆。是的。然后呢，这件事儿就又是我们另一个噩梦的开始。1000个子弹，一个噩梦接一个噩梦，连环噩梦，一个套一个。之后呢，立马就被我们就 TA 还有性能组的同学摁着往回怼，是吧？你同屏放来几千个子弹，已经能预见了。玩家的手机超限都不行了，是吧？这个地方是那个顺便解释一下，我们那个 TA 也就是技术美术的工作，他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保证什么呢？
崩坏3在大家那个手机上玩的时候，它不会闪退，不能因为我内存加载爆了，啪嚓体验断了，这就坏了。对的，对的。所以当时呢，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互相在拉扯，对吧？我们想表现效果啊，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保住性能，我们要保证这个游戏不会闪退，我们就在互相的保一颗子弹，那边要扣一颗子弹，这个之间不断的去拉扯，去优化我们的性能啊。当然不光是扣减子弹数量这件事儿嘛，同时我们也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啊做了很多这种优化。对，其实我记得好像那个算法都迭代了。是的，算法也迭代，然后就保证了奥托这个 BOSS 它的弹幕是能够以一个比较低的性能啊，在这个手机上运行。而且提到弹幕，就不得不提我们另一个非常重量级的 BOSS， 人质律者艾莉西亚。大家应该记得，在他转阶段的时候，二阶段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啊，就是他在空中噗啊，他飘在空中啊，然后两排弹幕不停地倾泻而下，对吧？而且那个弹幕还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啊，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效果。绽放吧，绚丽的飞花！然后呢，这个东西它依然遇到了强大的性能挑战。我就知道，我们做这些效果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的跟性能做斗争。对。但是转机就在这之后不久，我当时看到了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啊，他们分享了一个新的知识点啊，说我们有的同事啊，他们有一些技术，可以把弹幕这类的技能的性能消耗降低到原来的1%。我知道了，算法又革命了。哎，我当时一看这个，哦，我也要。我们赶紧联系了相关的同学，向他们去请教啊，不停的去问啊，这个东西你们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哎呀，有没有什么样的窍门？对，然后呢就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啊，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其他项目组的同学，对吧？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新的知识。但是新的噩梦又来了，就是他们所用到的这项技术呢，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新版本的 Unity 的引擎的支持的。但是这个引擎嘛，大家知道，虽然我们崩坏3是一个一直在一边开车一边修车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们平时修呢都是换个方向盘，对吧？换个离合器。但是这次呢，如果想要用这样新的功能，我们要换发动机了。那我记得在这个之前，我们可能总共就换过1次引擎，对吧？对，然后那一次换完之后，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上线之后数不清的 bug 扑面而来。对，因为换发动机这件事儿真的有伴随着非常大的一个人力啊，还有很多数不清的 bug 要我们去解决啊。当时呢，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拉来了引擎组的同学，拉来了客户端的同学，拉来了 TA 组的同学，啊，大家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去聊，说，战斗策划他们想要一个更低消耗的一个弹幕的功能，就这个事儿想升级引擎，能不能做？引擎组的同学呢给我们的一个答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为了做你这个弹幕的功能哦，很简单，太简单了。但是你们难道就不想做点更酷的东西吗？既然就换引擎了，到这里了，不如再上点别的。是的，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如果只是为了做弹幕，那升级引擎好像有点亏哦。但是当时我们其实已经在构思我们崩坏3第2部的一个规划啊，每天都在跟旭光老师在探讨我们第2部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我们想要做到什么。就是我们第2部最初的构思，差不多就是我们在做人质律者这个周期里面开始酝酿，所以其实是相当早的。是的，随后呢，在那个会议上，我听到引擎组同学问我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这就是我此生面对的一个机会，让崩坏3重获新生。哎，然后呢，我们大家合计了一下，说，哎，客户端同学、引擎组的同学，我们升级引擎这次能不能干？大家一拍巴掌，干！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着手第2部引擎升级的准备。我们专门拉了一个小组啊，每天在研究我们的引擎如何进行迭代。对，当然这个要非常感谢啊，就包括我们的引擎组啊，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开发组，还有包括我们的技术策划啊，他们其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来做这件事情，啊，对吧？啊，这我感觉我对我们旭光老师那句经典的台词有一个新的感悟了，对吧？就是之前确实没有留意到，就是说那个我们在引擎这个方面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付出，因为那段时间其实大家工作都很忙。是的，是的。好，那么也是
听红楼老师讲了这么多哈，也真的是大家光听就能听出来，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在游戏体验方面下了多大的工作量。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开发组同学付出的这个努力。那么我们都聊了这么多这个第一部相关的幕后了哈，那其实我觉得各位舰长应该也想听听我们刚结束这个6.8版本的幕后，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谢儿贴贴什么的。说到这个，其实我们6.8版本的剧情有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制作流程，就是我们实际上不光是说我们那个你我这个过场动画。我们是把你我这个过场动画之前很长一段的剧情，其实都出了分镜，做了一揽子规划。所以其实大家在那个嘉年华上看到那个本子，其实只是它的一部分，它还有一部分是给任务策划去看的，叫做说，哎，我比如说那个黑蜥和白蜥，小黑蜥、小白蜥，还有包括那个就是那个代表心理阴影的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他们怎么样去在镜头语言上组织，然后把它编排到一个和我们的过场动画能够无缝对接起来的一个结果。只是虽然最终其实没有做到完全的无缝对接，但是大家可以感觉到，就是它比我们之前的过场对话，其实明显就是它情绪上是和我们的观察内容是结合的更紧，它对得上的，对对。其实就是在这一段，我们其实用到了之前做动画短片的一些设计经验，我们会针对这一块整个任务流程去做镜头的构思。是的，对。然后再到现在啊，大家应该刚刚经历过的啊，维塔这次 BOSS 战啊，这里边用到了一种很新的东西啊，叫做一镜到底。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啊，在战斗过程中啊，希尔的小路去把维塔顶飞这一段，包括他维塔顶飞之后落地瘫痪这一段的cutscene的演出，跟我们gameplay其实完全是无缝一镜到底衔接过去的，非常的顺畅。你的游戏结束了吗，维塔？怎么可能？现在才刚刚开始，还差一点哦。停。这就是你从海中获得的全能。不过，这里可是属于我的领域，规则将回应我的一切愿望。再见了，绿者。我好像有些太小看你了，那我们继续吧。这次我会认真一点哦。如朝露，消散于晨曦。迪安娜，跃动吧！魂灵的温柔，绿者，原来如此。海中亦能盛开如此强韧的花朵吗？那么，我也以牙之名，献上相应的礼仪吧。索，我不会让你的规则再束缚这里的生命。你变得相当自信了，绿者。但是。你如此肯定自己能看清规则的真貌吗？来吧，维塔。愿望萌芽之处，天地亦为之倒转。生命的旋律，这便是缩的意志。而且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管线进化真的是非常大，非常的唏嘘。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大家可以回想，就是在《后梦幻术2》的时候，当时一上来，
几个角色在车库里。就是其实从我们的制作标准来说，那个东西做的是有点僵的，因为用了很多的正反打，对吧？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很能激励我们的信心，叫做说，即便我们的当时的创作手段比较原始，但是那个玩家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叫做说，我能在崩坏3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调性确实不一样了。那其实，说实话，它对整个任务组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们的那个任务组和表演组从此以后，它是有一个更紧密的结合，会在我们的整个设计流程里面都一起去想说这个东西怎么表现，就包括说我们最近的那个6.8版本，当时那个第一周剧情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维塔自己往前走，然后想起来一个童谣，这个东西竟然还拥有创生的全能，这还真是足够令人惊喜呢。不过，诸位少女啊，倘若未能经我之手，没人能够求得新生。这个其实是我们演出组的同学灵机一动设计出来的。当时在那个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里面，它这时候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静默的感觉，你听见风声，然后它往前走。但是那个演出组的同学他在去做就是我们第2周 BOSS 战那个横版的设计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这个音乐我是不是可以给前面这个地方用？好像比风声更酷哎！你想一个童谣，它作为那个反派那个感觉，其实一下就拉满了。是的，对，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在这种交叉当中都会产生一些让人很兴奋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就是各种。管线成熟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另一种惊喜，就是说，你只有自己这个管线很成熟了，你才能够和别人交叉打出来组合拳，不然你自己底盘是虚的，其实你跟别人交叉不出来东西。那说到这儿，范川老师，那既然咱们都有这么好的技术了，然后咱们有了这么新的工具，那这么精彩的这个 cutscene 和演出，我们会延续到1.5下半部的吧，范川老师？会的吧？那肯定是，我们只要建立了一个工作管线，那我们肯定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长期的目标的。我们那个每个版本，或者说我们每3、4个版本要做多少那个级别的演出，把我们的角色烘托到什么样的水平，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很长期的规划。包括说，其实他们任务组和演出组现在就已经在积累第2部的东西了。听到了关键词哦。范川老师，这怎么突然一下子步子迈这么大？平时你这关子留的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的，这回怎么一下子步子跨这么大？直接怎么第二部的东西都出来了？开了第2部的头，今天就别想走。总要留下点什么，对吧？真要给点料还为时尚早，但是我确实可以讲一些就是偏纲领性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第2部的内容，那么其实是会在我们再下一个版本，也就是周年庆的时候会做一个整体的爆料。那么在这之前，我可以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整个第2部它将会是一个真正全新的故事，这意味着它有全新的主角团队。全新的故事发生的场所，全新的敌人，但这个并不代表就是说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可能大家在好几年以后会发现，我们第2部的故事，我们后崩坏书的故事，我们第1部里面留下的一些伏笔，它最终会在某个节点汇聚起来，去画了这么解答某个谜题。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从 IP 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一直都得做一些非常长线的规划。我们比方说，我们去给一个故事开一个题，我们其实就得想，你开这个题，你怎么样能把它结了，对吧？就好像说我们，其实这个话题纪录片里也谈过，就是我们在崩坏3刚开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像
最后那样就是把整个结局想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凯安娜在月球上这个点，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直下来，包括就是崩坏3那个刚上线，然后我来那个公司里应聘，然后我们的那个大卫老师那个面试我，聊着就一拍大腿跟你说，你知道吗？我那个过了几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主角凯安娜的那个送到月球上去。我印象这么早，我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就是说那个说实话，我完全没见到过面试里会这么讲的。就当时就给我感觉，这家公司很不一样，就他会做这种非常那个长期的规划。虽然大家还聊在兴头上，但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又到了该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再见吧。舰长们，拜拜，拜拜，下期一定要看哦。